大家好，我是凯夫。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是 Hypershell， 中文叫做极壳。他们目前出了有3个款式，都叫做 X， 然后一样有低、中、高啊3个 label。那这3阶具体差在哪里呢？在这个官方网站上也能看到首先价格就有蛮大的一个落差 ，Go X 是999美金 ，Pro X 是1199美金 ，Carbon X 这个价差就大了，它是1799美金，换算成台币的话呢，最入门的是28900左右，然后中阶的这个Pro X 是34700，然后这个 Carbon X 一下就跳了一个台阶，就到了这个52000。那到底具体差在哪里啊？重量上Go X 2公斤 ，Pro X 也是2公斤，然后这个 Carbon X 1.8公斤，少了200克，那一定是用了这个更轻量化的这个材质嘛。好，然后接下来讲到它的动力性能的部分 ，Go X 跟这个 Pro X 就有蛮大的一个落差了。它们的扭力的话，分别是18 Nm 18牛顿米，以及 Pro X 的32牛顿米。然后 Carbon X 呢，跟 Pro X 它们的动力是一样的都是32牛顿米。然后在这个马达电机的最大功率输出也是最入门的400瓦，然后中间的跟高端的都是800瓦。然后在这个模式上面Go X 是2个模式，一个叫做 Transparent Mode，Transparent Mode 就是透明模式。那因为我之前其实有看了一些人家开箱的影片啦，其实 Transparent 透明模式指的就是没有动力啦，就是待机状态，马达不做动就对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做 Eco Mode， 就是所谓的节能模式 ，Go X 就只有这2个模式。Pro X 呢有3个，多了一个叫做 Hyper Mode， 或者你可以叫它进阶模式，输出比较强的模式，叫做 Hyper Mode。Carbon X 呢，它的这个模式跟 Pro X 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除了这个 Go X 的这个动力比较弱以外，其实 Pro X 跟 Carbon X 的动力系统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多花了那将近18000，主要是买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材质但是他们在动力系统输出上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来讲它的这个辅助，你的这个最高速度Go X 的话是每小时12公里，其实一般走路的话也才是3公里到6公里嘛，所以每小时到12公里的话，那已经算是很快的走路了，大概可以支持你到这个竞走的一个模式。然后至于 Pro X 跟 Carbon X 呢，他们都支援到20公里每小时，所以算是跑得很快了，还有支持你的这个跑步的模式就对了。接下来是他们的这个动作姿态识别数量 ，Hypershell 的这个产品呢，都会自动去根据你目前的这个行为去判断你在做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切换成不同的模式。目前的话 ，Go X 支持这个能够辨识出来的模式就是6个分别是走路、竞走就是很快的走路了然后上坡、下坡、上楼梯跟下楼梯，这就稍微妙了一点因为上坡跟上楼梯、下坡跟下楼梯，在我感觉起来很像是一个很类似的动作但是它却把这个上下坡、上下楼梯给切开来了那我比较期待之后在体验的时候去体验一下这个到底上坡跟上楼梯、下坡跟下楼梯，它会给我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算法去产生一个不同的一个动力辅助。Pro X 跟 Carbon X 它能够判断出你的这个动作多了4个，所以来到了10个。那多了哪4个呢？分别是碎石路、跑步、登山以及骑行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蛮妙的，就是它真的把动作分得非常细像我就觉得这个碎石路跟竞走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感觉好像很小，对吧？就是碎石路你走在比较不平的路面，跟你竞走，那对于这个外骨骼来说，它第一它怎么判断的？再来是它判断完以后，到底会给你怎么样一个动力的一个差异？这个就比较不了解。跑步很明确了嘛，就是因为你跑起来所以我们可能预期它给你的这个动力都会比较强一点。好，然后又多了一个登山。那登山跟上坡跟上楼梯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也是体验的时候可以特别去感受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它多了一个骑行就是这个骑脚踏车骑自行车。骑脚踏车也算是我们平常人蛮常做的一个休闲活动嘛那接下来讲一下它的这个电池好了。电池的容量其实3个版本都一样，那只是说呢
Go AKS 给你1颗电池，好，然后 Pro AKS 跟 Carbon AKS 给你2颗电池。好，那以上就是它的数据规格。整个看下来啊，这个3个版本，我觉得 CP 值最高的应该会是中间的这个 Pro AKS，因为它在这个动力性能的表现上，跟这个 Carbon AKS 几乎是一样的又比这个 Go AKS 强了1倍主要是电池有2颗嘛。先不看它的这个马达输出，它电池就给你2颗。那 Go AKS 的话，也要29000。那这个 Pro AKS 的话，34000，才差5000块所以说，那至于 Carbon AKS 的话呢，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就是它比较轻不要看它只轻了200克，因为它的总重只有2公斤嘛，你轻人家200克，等于是重量少掉了1/10。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差异啦。如果说手头比较宽裕的话，再去考虑这个 Carbon AKS。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吧。外箱就是这样子，比较朴素。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最入门的这个 Go AKS 来开箱看看吧。拿出来了。好，看一下这边，哇哦，这个彩盒的设计真的是蛮漂亮的，这个很漂亮的一个渲染图。然后这一面另外一面一样 ，Hypershield Molten Exoskeleton， 然后这边是他们的一个 logo AKS， 这边是一个 AKS， 他们的这个产品名称，然后还有山，直接把这个山的形象意象给弄上去了。不得不说，他们的这个外箱设计乃至产品设计，其实整个都是蛮大气、蛮有质感的然后至于另外一个侧面呢，这是一个贴纸那这上面写的就是 Hypershield Go AKS 最入门的版本Max Output Power 峰值你的马达的输出是400瓦 AI Based Motion Engine AI 算法动态引擎 Cold Weather Operation， 就是说它可以在-10度的状况下操作这个台湾应该比较少遇到-10度，但是很有可能拿这个去滑雪，还是去爬一些雪山吧。所以说他特别强调了它这个能够使用的最低温环境到-10度，然后它的防护等级 IP54 Water Resistant 这个防水等级是 IP54 应该是防泼溅就是你水泼到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用高压水柱去喷洒，然后也不能泡到水里这是 IP54的一个防护等级下面是内容物in the box 就是外骨骼1个，然后电池1颗还有一个 USB-C 的 charging cable USB-C 充电线，它这边没有提到豆腐头该不会没有附豆腐头吧？然后这边一个 warranty card 一个保固卡，然后一个说明书大概是这样子，还算是一个蛮有质感的一个外箱。好，我们来打开来看看吧。哇，打开来一个纸箱，里面还有一个内箱而且它的这个手把其实是内箱的手把，这个蛮有质感的耶，真的是蛮有质感的。给各位先看，是这样没错 ，OK， 就是这样子。包装的真的算是蛮精致的产品本身这边，然后这个就是它的电池，比起这个拍的来讲，这个电池的体积看起来是大了不少。上面的标14.4伏的然后5000毫安时是72瓦时，这个电量是比拍还要大拍的电池的话，我记得是50瓦时然后他们这个是72瓦时的一个电池。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产品本体。就是这样子蛮有质感的不过这边虽然说它这边这个银灰色很漂亮不过摸起来怎么感觉有点像是这个塑胶的材质这边应该是塑胶材质，摸起来像。本体我们先放旁边，先把其他配件拿出来看一下。这边一个user manual 使用说明书使用者手册，打开来非常小一本，然后这是 warranty card 保固卡。真的是做的蛮有质感的，但是呢，目前看起来是全英文，而且字非常非常的小。这个对于某些这个长辈吧，或者是看不懂英文的来说，可能会有一点这个使用上
就有点焦虑吧，就是一打开来全部都英文的，完全没有中文。然后使用者手册也是小小的，虽然做的是蛮有质感的，但是我觉得它好小一本。然后里面的话，看一下，哦，密密麻麻的这个英文，当然也是有很详细的这个穿戴指南，哦，但是就是黑白的。比起我们上次开箱这个 Victrix 拍哦这种比较接地气的哦这种说明书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它看起来是比较有这种国际感啦，但是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嘞，比较没有那么直观哦，比较像国际大品牌这种极简的说明书。好，先放一边。好，这边还有一个小盒子藏在这边，这个看起来就是 Type-C 的线。就是一个双头 Type-C 的一个线，那它没有充电座吗？没有充电座，那要怎么充电呢？我们这要再研究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子本身，哦，上面有这个膜，腰带上面还有一个小吊牌，哦，感觉跟这个衣服一样，哦，蛮有质感的一个小卡，哦，这个人穿着的样子真的是帅。反正开箱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它的设计感是真的很强，有这种国际大牌的这种感觉。小吊牌后面写的是 Scan QR Code to download and start。哦，这代表说你要使用它，你还要先下载它的这个 APP 哦才能使用，比较智能化的一个产品。哦，当然我会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这种高科技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会很喜欢这个模式，可能就已经标定了它的人群是属于爱运动的年轻人。其实它的形象影片也是这么拍摄的啦。这个 Hypershield 这个品牌的产品啊，它的这个目标受众其实跟 Victrix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先载一下它的 APP。OK， 那我们 APP 载好了，好，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手机里面已经有这个外骨骼的一个分区，里面有 Victrix、Hypershield， 包含连这个Density 我都载好了，那我们就打开 Hypershield 的 APP， 登录跟注册，我们应该是选注册，然后创建这个账户，下面可以用 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的账号来登录，好，那我们就不输入信箱了，那我们就直接用 Google 的账号来登录。然后选一个 Google 账号，好，完成，这样子就注册成功了。穿戴指南，看到目前为止，它的 APP 是繁体中文的哦，确保电池牢固的插到腰杆下的插槽中，如图所示，哦，应该是装在这个是它的背后外骨骼的背后，这样子，直接把它插上去。哦，你听到咔一声，哦，这样应该就装好了。好，装好了，然后 APP 点下一步，身体指数，哇哦，174， 79公斤，生理性别，男生，完成，调节腰杆，背后这边，把这两个扣应该是这样往下扳，松开来，然后往外拉，对，这边拉动了。拉，看到1、2、3，好，看到3，然后把它扣起来，固定住。另外一边应该也是往外拉，拉到3，扣起来。这应该是决定了你这个腰的这个宽度。好，然后我们按下一步。下一步的话是系紧腰带，将腰带环绕腰部扣好。拉动两端的带子，调整到舒适位置。如果觉得不贴合，可以再次调整腰杆的长度。好，我来试试看啊。这样子完全扣不起来，可能要先放松一下。好，大费周章。好，我终于把它给穿上去了，我终于可以下一步了。调节腿杆，保持双腿竖直站立。这个应该就是它这个两边有2个按钮，有没有？按下去可以调整高度。不过是可以调整，但是调整的幅度感觉是没有很大。就是在这个距离之间做调整。然后比如说我的膝盖，站直，然后膝盖上方2指补，所以应该是这边。然后我就要把它按着往下推一点，大概推到这边。OK。扣好了，
好，然后另外一边找到诀窍了，找到诀窍以后，穿戴起来就快了一点。好，下一步在大腿内侧扣好腿带，拉动带子，调整到舒适位置，保留一指空隙，一指空隙，大概是这样子。好，应该可以了。再下一步，最后检查，如果觉得太松或太紧，请再次调整腰带或腿带。目前应该还 OK。恭喜你完成穿戴指南。接下来在交互指南中，你将学习设备开关机、模式切换、调整助力强度、脱下与储存。好，然后要用你的手机蓝牙开启。我们开始吧。好，那我们就来开始。第一步开机，单击，然后立即长按控制按钮，直到4个指示灯依次亮起。OK， 那就是短按再长按的意思啦。短按、长按，4颗灯亮起来了。OK， 现在亮起来了。这边有蓝色的灯，4颗一直在闪。好，下一步，搜寻我的设备。哎呦，这边还可以选 Go X、Pro X、卡泵 X。竟然还有 X Ultra， 这是不是剧透啦？这个 APP 剧透了，是不是？这个官网上面没有这个什么 X Ultra 这个东西啊，看起来超帅的哦，全黑的，应该是下一个未来可能要出的一个版本吧。好，反正我们是 Go X， 搜寻，我找到了一个附近的设备，请连接。这个流程跟那个 Segway 的滑板车真的很像。点它，有吗？连接中 ，OK， 要点右边的箭头才是连接中。加载中，正在恭喜，自动穿戴检测成功，按下一步。舒适模式你现在处于舒适模式，也就是绿色指示灯。没有啊，我的是红灯在闪呢，应该是电量过低呢。是适合中等强度活动的自适应助力模式，在安全的区域散步，感受适应你的助力。这要你走10公尺，我们原地踏步。有动力了。好，停下来。下一步叫做通透模式其实应该就是 transparent 透明模式。单击控制钮可在通透模式。不提供任何助力或阻力嘛？对，其实就是待机和舒适模式之间切换按一下是切换模式按一下是通透模式在这个通透模式下是完全不给助力的就是让它待机，再按一下舒适模式应该就是 Eco Move。好，然后调整助力强度，舒适也就是这个 Eco Move， 大概有4档助力。双击提高助力 ，OK， 点2下是提高助力，然后连点3下是降低助力，每次点击之间保持0.5秒的间隔 ，OK， 所以我还要1下、2下，提高有了，它这边变2颗灯了，所以说它的助力像 Victrix 拍的话是0到12，有12段，但是这个 Hyper Shield 的话，目前看起来就是4段，4个助力，再2下，它上不去了。我在想，应该是电量过低了目前这边只亮了2颗绿灯，然后红灯一直在闪，应该是我的电池快没电了。好，然后我试试看，按3下降低功率，1、2、3，降低功率成功。好，然后接下来是什么？自由探索，体验不同的模式和动力水准，找到你喜欢的档位。助力回应速度和扭矩平衡可以在 Motion Engine 中调整。这边还有一个时间的倒数，要你随便走2分钟就对了，好吧？那我们就随便走2分钟。目前它给我的感觉助力是蛮柔和的，就是有，但是真的很小。这应该是我把它调到1了啦，就是目前是最弱的助力。因为快没电了嘛，这个你没有穿戴它走2分钟，你的这个启动程序还不让你完成的。有，下面有跳过，拍谁，大意了。好，下面有个跳过，我们跳过。好，接下来是关机，关机是
单击然后立即长按，直到4个灯依次熄灭。它的开关机的逻辑跟那个大疆的空拍机一样，就是要先短按再长按。好，那就短按长按。OK，4个灯往下熄灭，好，这样就关掉了。好，下一步脱下与储存。好不容易才穿上去，先不脱了吧。下一步，恭喜，终于完成所有交互指南。好，请穿戴好你的设备，打开电源，然后自由探索。好，可以确认。好，那现在又回到第一步了。那我们再开机，短按长按。哦，有了，启动了。好，然后这个一启动以后，它就自动连接了。马上给我跳了一个低电量，请赶快充电，输出功率已降低，以保证你的安全。好，确认。哇，我的电量只剩7%，今天恐怕是测不完了。先不说这个我们的 APP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有科技感，非常有质感，这个不得不说，而且也是全繁体中文界面，看起来相当的舒服哦，真的是很有这个 Segway 9号的这种感觉。我们先充电一下好了。OK， 那刚刚稍微瞄了一下这个说明书，到底要怎么充电？结果嘞，它必须电池要装在本体上充电，充电口在你的腰杆的上方的位置，这边有个 Type C 的充电口，也就是说它的充电口是在机器上面的，电池的话是要装在机器上面才能充电的。这个 Hypershield 它是有卖一个充电座啦，就是说你必须额外买一个充电座，你才能把电池拆下来，放在这个充电座上面为它充电。那如果你没有买这个充电座的配件呢，电池要跟本体连在一起充，我觉得这样子是有一点点不太方便啦。现在这个 Hypershield， 如果你买的是 Go AKS， 然后没有加买充电座的话，等于是你要充电，电池还要连接在本体上，而且它也没送你那个豆腐，我们就直接插上去，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试试看用一般的 Power Bank 能不能充电。可以有在亮哦。当你充上去了以后，就是它的这个开关旁边就是4颗 LED 灯就在闪了，应该这就是一个充电指示灯。那它应该就是在充电中了，因为它这个7%电量，我们连更新都没办法更新，所以 AKS Go 就只能开箱到这边了需要充电一下。然后我们来开箱一下这个 Pro AKS，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不同吧。OK， 事不宜迟，我们来开一下我们的 AKS Pro 吧。一样非常的紧抽出来了。目前看起来，包装是一模一样的，应该都是用同一个这个外箱，然后这边的贴纸就换成了 Hypershield Pro AKS 800瓦，峰值800瓦那就比这个 Go 的话多了1倍然后有10个动态识别，重量是2公斤一样然后负20度，就连使用环境都比这个 Go AKS 低了10度Go AKS 是负10度，然后它是负20度，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来的？难不成是电池不一样吗？防护等级一样是 IP54防泼溅，看起来就是本体1个，然后电池2颗有它的电池这边是有写 Anti-Cold Temperature， 就是比较耐寒啦，应该是这个 Pro AKS 的电池是属于耐寒电池。所以它可以在这个比较更低温的环境下运作。Type C 的充电线保护卡跟说明书一样没有附豆腐头、充电头跟这个充电座。好，我们来看一下。那这样子 ，Pro AKS 2颗电池，那我要充电那就麻烦啦，那就代表充电座几乎是一个必买的配件啦，不然你怎么可能一个电池充完，然后你自己还半夜起来再去换，然后再去充，这样很麻烦嘛。所以说，如果是买 Pro 的话，一开始就要加买充电座的配件。箱子看起来也是一样的，有质感。Hypershield，一样。各位先看，这样讲，电池一样，1颗装在这边。然后我看一下它的标，这个标上面确实是多了一个 Anti-Cold Battery 抗寒电池。我们跟这 Go AKS 的比较一下，
电池还不好拆。OK，Go X 的这个电池上面写的就是Intelligent Battery 确实是两个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但是除了上面的标不一样以外，其实外观以及颜色上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只有标上面有写。 这个是 Anti-Cold Battery， 然后这个是 Intelligent， 应该是一般电池，然后这个是抗寒的这个电池。好，一颗电池放在这边。本体的话呢，这一根感觉一样是塑胶的，摸起来质感差不多，一样有个膜，包装真的是蛮精致的。一样有个吊牌，要你下载 APP 的一个吊牌。哎呦！ Pro X 这边多了一个塑胶的一个，也算是保护膜吧。它附这一张应该是防止它直接去接触，所以说它卡在这边去做一个绝缘的动作吧。好，我们把这个电池也拿下来看一下。它的电池相较起来，相较于 VGX Pi 就比较不好拆装一点至少目前是这么感觉。这个电池也是 Anti-Cold Battery， 也是抗寒电池。那我们现在就也把它给激活起来吧。因为现在这样子外观看的话，确实是看不太出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看一下它的材质 ，Pro X 的材质是碳纤维强化聚合物。 铝合金跟不锈钢，所以它跟 Go X 只差在一个强化聚合物跟碳纤维强化聚合物。总之，我们就随便找一颗电池，先把它装上去，然后一样把它给激活起来吧。好，腰带调整好了，然后这边一样有一个 Type C 的线，看起来就是没有充电座即使是买了这个。 X Pro 一样是没有充电座，那看来充电座应该是一个必买的一个产品，尤其像我们买了2台，我们有3颗电池，那一定是要加买这个充电座的吧？穿戴完成，我们一样来开启一下这个 APP 看一下这个版本不同，它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界面？ 好，打开 APP， 搜寻设备，怎么已连接了？充电放电中，请勿取出电池。它应该是直接连到了上一台 Go X， 然后我们应该是按左上角，添加设备，没错，添加设备，搜寻附近设备。我应该要先开机，短按、长按开机。短按、长按，哇，直接开不起来，没电了吗？ 电池直接放到过放了。我发现它的第一个缺点了。穿戴的过程中，电池在这边，我自己是不太好拆。这个要按住，然后往下拔。这个比起拍来说，它的电池拆装比较困难。不对，是非常困难。它这个角度一不对就拔不下来了。真的是目前用到目前为止第一个感觉到的大缺点就是电池拆装困难，而且是相比之下相比这个 VGX Pi， 好，换另外一颗电池，看是不是有电的。哇，这边有2个突出的点，刚好去对到电池的这2个洞。 然后，因为它在你的后方，所以你也看不到，只能凭感觉插上去了，然后往上扣，但应该是有扣紧的。我们来开机看看。这个就有电。OK， 所以说里面有一颗是完全过放的，这个要再充充看。通常电池完全过放，我们做这行的感觉都有点危险。好。 再次搜寻，找到了Hypershield Pro X， 点箭头，连接上了，低电量，哇，这个也是低电量，而且它可能知道我之前有走过一次这个启动程序了，
这一次完全没有要我再去走这个启动程序，就是一连线上，马上就可以用了。这个的电量是10%，完全也是一个低电量的状态。但是我们不管了，硬冲，试试看能不能更新这个固件。更新固件有主板跟电机，升级，继续。固件升级，请在手机保持蓝牙开启。4%、5%，它有在跑了。电机正在这个解析固件，正在发送固件到设备。设备正在与电机交互，请等待约2分钟。OK， 更新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43%、44%，正在跑。用到目前为止，我真的觉得 Hypershare 啊，跟这个 Victrix 拍比起来，虽然都是助力外骨骼，但是不论是从这个造型、操作、功能上，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注意到一点，就是除了这个电池安装的困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目前为止 Hypershare 的这个硬体上面的操作，它没有给我任何的声音的反馈。就是开机也好，关机也好，或者是切换模式也好，它连这个哔哔声都没有。像我们在卖这个 Segway 的滑板车，开机、关机或者是切换模式，它都会发出这个哔哔哔的声音。它作为一个反馈，让你知道你下达的指令，它有收到。然后像 Victrix 拍的话，它也是，它很明显就是开机它会报电量，语音报电量，然后哪一个模式它会直接说话给你听。但是 Hypershare 的话，感觉整个产品的调性就是比较酷，比较那种高冷一点，它只给你就是4颗 LED 灯的这个反馈，就是这个部分来讲，确实又感受出了他们目标的人群可能有蛮大的不一样。因为像长辈的话，这个4颗小小的灯，搞不好他都没办法去分辨到底是1颗还2颗，有些人可能根本就看不到，所以说这个确实2个产品思路上有很大的不同。好，固件更新成功，完成，完成剩9%，低电量，哇，这个都低电量了，所以说，OK， 自适应动作识别，有10种，确实是很多种不同的这个，但是因为低电量，所以我们没办法体现它的这个性能啦。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先开箱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电池充满电。再去实际上户外去使用看看，然后再跟各位报告。时速3.7、3.8，除外，只是它的中文写的是下坡。